我这有20块老银元，啊拆老房子拆出来的。嗯，你看能不能给我300块钱一块？可以的话，我就全部直接给你。你再是拆老房子拆出来的银元，也不能这么便宜变现。现在300上哪去买银元？我先看看啥的吧。我感觉已经不便宜了。啊上次卖给那个收破烂的20块，才给我5000块钱。哦，这次他没在家，才过来找你的。 5000块钱20块的话，那一块才花到250，那你这个数字也太不吉利了。我看你这都是罐装的大小头之类，这可以说这都是剥锈，个别带厚一点的包浆，品相算通货，这也不止250、300一个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就当破烂卖了呀，这是。就是当破烂卖的。啊，那个叔说，我银元有点脏，哦，买回去之后得先去除一下锈，才能当正常的银元卖。除锈，就你这些壁面包浆其实并不厚，可以清洗，也可以不清洗。像剥锈啊，有时候你清洗之后去评级入个盒，可能会给高分。给高分的话，相对可以多卖一点钱。但是你这壁面包浆有些并不厚，完全可以不用去除锈，这种原味的状态会更好一些。大多数不懂银元的，他买着放心，一眼开门啊。反正我对这银元啊也不懂，比人家卖的钱多一点就行。哦，反正也是拆老房子拆出来的，也没什么成本。哎呀，再没成本也不能这样卖啊！以前20多年前，那确实都是按银价卖的银元，那时候几十块钱一个吧，但是那购买力很强大。现在跟以前正好相反，以前都是拿着银元去加工银手镯，现在收藏需求量大，所以啊，你不能按这个银价来卖了。哎，比现在银子贵就行。我之前都当破烂卖了。第一次到你们正规的店来，能多给50就行。一听你说这话，你这都是啥都不懂。拿银元当破烂卖，只能说你不懂。我都随便给你拿出来，像这种小头，最便宜的这种小头啊，这个是在咱国内所有银元里边最便宜的。就你这个，我没看出来有啥版，品相很一般。你就现在别管我们能卖多少钱，我们现在回收啊，就这样一种小头，一块能给到600。乖乖嘞，最便宜的你能给我到600吗？对，这比我平时卖好几百啊。这看来我之前卖的都亏了呀。那亏的少了还不行，因为这种小头啊，它是你这一堆银元里边最便宜的。像剩下来这种冤大头，我看大部分这品相还都挺好，也有个别带划伤啊，带戳的。就像这些常见的3、9、10年纹大头啊，没板的它是一个价钱，带板又是一个价钱，里边有8年的呀，它又是一个价钱。我初步给你估一下吧，带伤的也就800，不带划伤的是1000，你自己算算，你这剩下这17块能卖多少钱吧？这也不能全怪我啊，主要是我老公他图省劲儿，托关系找朋友他爸一个收破烂的给我们回收的。那只能说恁这个朋友太不靠谱了。因为像这些银元，它价格很透明，他们收回去啊，也不是说收藏了，肯定是卖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个术业有专攻，卖啥东西啊，你都得找那些专业的人去做。你要卖破烂的，对吧？你卖个纸箱子多少钱一斤都知道，你这银元你这属于乱卖啊。哎，这不算不知道啊，你这一算，我是完全亏大了。那是，看来什么都不懂，还不能乱卖啊，得让他贵戳一半。哎，没事儿，你这才卖别人20块，亏也亏，都亏万把块钱呗。不过我看恁家银元应该是还有很多，你回去之后啊，也好好的分类，哎，像8年了呀，那些带龙的呀，你都给它挑出来。因为像这种一窝货的银元啊，最值钱的，说实话带板还是可以的。以后千万别再乱卖了。然后呢，我按你刚才说的价，我给你细算一下。中，那谢谢你了，老板，你太实在了。没事。好嘞。俺这个邻居也实在是太实在了。家传的10块银元竟然给我2万块钱。恐怕你这边都给不了那么高吧？你还真别说，这4块银元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虽然说都是冤大头，但是这里边有一块原乡共和，4块给2万，那确实不高啊。你的意思还有上升的空间？对。但是我这去今年问过了，他们上称一称，10块银元给我1000多块钱的银子钱。那上称称重量了，那只能说明他看不懂真假。银元现在没有按银价来买卖了。你像银子市面上到处都是，像这种80年前的银元还真不好找。况且你这4块，这都是老包浆老味道了，价格确实是不好估量。
我去年家里急用钱的时候卖了一块小头和一块大头，当时人家给的还不到2000块钱。那去年大小头的价格比现在要贵一些，你这2块卖不到2000也属于正常。你这10块大头里边啊，最便宜的是这个3年和这个9年，因为像普通年份的冤大头存世量比较多，而您的这2块是属于壁面包浆不错，这种材啊是属于100年老材，比通货大头价格好很多。其中这一块3年，你看它属于宽面出柱，依我看啊，市场价在1300-1400的样子。哎，我就说我邻居实在，4块给我2万，那这一块都顶5000多了。那是。他说我就是跑遍全世界也卖不上这么高的价钱。你记住一句话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平时如果不懂姻缘的话，谁也不会轻易的去捡漏。为什么要给你4块2万的价格？完全因为就是在你这个共和身上。这个共和啊，是名副其实的军阀币。你看，这和常见的冤大头虽然说都是袁世凯，但是它长得不一样。首先，袁世凯戴高帽，着中装相，这是当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啊，特意发行的纪念币。虽然说这上面印了也有1元的面值，但它并没有流通，和我们常见的这个袁大头从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。毕竟银元啊都是物以稀为贵，存世量少，所以它就贵。而你这一块状态还不错，虽然说壁面带包浆嘛，但是我个人看的话，能达到 XF 的分值，市场价大概在8-9万左右吧。8万，我的乖乖嘞，这一块竟然比我邻居多出来4倍的价。对，我这越来越看不懂了。不会另外一块也比较贵吧？另外一块是8年大头，比常见的年份贵，但是它不是军阀币。所有军阀币都是纪念币，这并不是正常的流通货币。因为8年冤大头啊，在民国8年的时候，正好赶上第1次世界大战，你包括铸造银元所需要的模具，包括一些工具，它的交接都有所延迟，所以到8年的下半旬才开始铸造。相比其他年份的少，所以贵一些。而你这个8年只能算是一个小版，你看它是3年的背，然后是一个左钩帽，品相好在无伤无错。目前来看的话，一块8年差不多，也就是普通2块通货大头的价钱。我听明白了，相当于这3块冤大头都一般，最贵的还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呗。对对对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邻居也太狡猾了。那狡猾这个形容词用了一点都不为过。主要是他看你不懂，所以才给你4块2万的想法。明面上一块花到5000，你赚了。其实背地里啊，他给你这2万，实质啊一块原乡共和的钱都不够。这种人啊，说实话，他就是办事不太地道了。哎，这幸亏是过来问问你，不然我这就亏大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像我们这普通的家里，竟然还有这么值钱的银元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那是说太多，反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不懂。我们普通人家里边有值钱的银元也很正常，因为这些银元啊都是过去祖上留下来的，谁也不知道过去祖上是做啥的，对吧？长保于民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随便这几块银元里边偶尔多出来1-2个值钱的版，那太正常了。那太谢谢你了，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那是，这我绝对也不会卖给我邻居，我还是拿回去好好保存吧。对对对，回去好好的保存吧，不缺钱不用卖。好。